本案的凶手是宁波微部柯州求见。nice！ 哎，没输过哥。我们是本案的2名凶手，宁波微部柯州求见。为了救下推诚的孩子，阻止恶人继续作恶，也为了给师傅报仇，我们联合作案，杀死了推庄主。半年前，我得到一本武功秘籍，经过半年苦学，终于学成4招。我正式开始筹谋杀了他的方法。5月21日，我的内力恢复了，师傅的仇该报了。正面硬拼，我不是推庄主的对手。我尝试从宁波微部身上调查出推庄主的弱点。5月22日，我潜入侠义山庄，看见宁波微部手里拿着11香软金伞，宁竟然真的背叛师傅，我要杀了他。5月23日，我心中已经有了完整杀推庄主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帮手，可我认贼作父后，身边早已空无一人。我该去哪儿找到能跟我戮力同心的帮手呢？5月24日，我再次潜入宁波微部的房间，却翻到一个熟悉的药瓶，它和救了我命的补药一模一样。原来这个解药是他的。我愣住了，如果他真的害死师傅，为什么要救我这一个一心想找他报仇的人？这时门被推开了，宁波微部站在门口，没有惊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来了。”5月24日，我回房，没想到一推开门就见到了我的师弟柯州求见。他翻到了我屋里的解药，藏了这么久，小白二郎还是发现了。他问我解药是不是我给的，我沉默。他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没接话。他问我这2年是怎么过的，我还是没有回答。有些话是说不出口的。不过既然他已经发现了，那我再怎么装坏人赶他走也没用了。思来想去，我决定让他成为我的帮手。我告诉他，我会和推庄主在议事堂里打斗，并按顺序逼出他的4个大招。随后我俩会一起僵持在门前，柯需要趁此机会从门外用启德剑刺穿我的胸膛，同时刺进推庄主的心脏。听到计划后，我直接拒绝了他。凭什么每次都是他做英雄？要去一起去，要死一起死，用不着您替我挡在面前。但您说，我学那4招还要很久很久，而他已身中剧毒，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如果今天我不答应他，在不久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死得毫无价值的人。他这2年的努力也白费了。他让我成全他，他还想好了能让我脱身的计划。他让我好好活着。我看着他放在我肩上的手，这只手5年前把我从悬崖底拉起来，5年后要拉我去做一件有去无回的事。师兄，如果你的道就是要向苦海去的话，我成全你。我听他讲完了计划。明晚子时打更前，柯要在推手下的目击下，穿着黑色夜行衣，戴面罩，拿启德剑假意追杀我。我们在打斗中会经过一个转角，柯在那里穿上提前藏好的外衣，把剑给我，然后柯立刻拐去客栈，找掌柜的做时间证人，证明他不是黑衣人。同时那里还提前放好了一个假人，我把我的外衣传给假人。我的礼仪跟柯的夜行衣一样，我戴上面罩，拿着剑假扮成柯。怎么被扛走了？快，少庄主有危险！扛着扮成我的假人，经过推庄主每日必经之路，再进议事堂。启德剑会吸引推庄主过来。启德剑，我轻功天下第一，可以在推跟上之前，把剑藏在院子里，把假人身上的衣服再穿回来，等推庄主跟进议事堂，我从里面锁上门，按计划好的位置和他过招。我找掌柜的做完时间证人后，要迅速离开客栈，在角落脱掉外衣，前往议事堂。等师兄按顺序逼出推庄主的4招后，2人僵持在门前时，我就用薄如蝉翼的启德剑穿过门缝，刺穿您的右胸膛后，刺中推庄主的心脏，一剑杀死仇人，也杀死我的师兄。26日晚10
10点55分，我穿好夜行衣，戴上面罩，扮成黑衣人。晚10点56，柯手持启德剑追杀我，推手下果然追了上来。我们迅速绕到建筑背后，按计划换衣服。我在拐角处穿好外衣，走上主街道。晚10点59进入客栈买酒，遇见杨和丁。子时打更人报时，子时过2分，我离开客栈。我的计划完美执行了，推庄主果然跟进来了。我锁好门跟他过招，最后一招打完时，我俩僵直在门前。推庄主眼睛瞪得很大，眼里都是不敢置信的恐惧。我知道，我等了2年多的那一刻，终于要来了。子时过5分，我用启德剑穿过门缝，穿透宁波微部的胸膛，刺进推庄主的心脏。师父，我们为您报仇了。我穿回外衣，烧掉了黑衣和面罩，按师兄的嘱咐把启德剑埋回了师父墓里。做完这一切，我抬头看着月亮，想起了师兄说的话：师父，师兄，我们殊途同归，我们师徒同归，而我也会找到属于我的道。我是玩家刘宇宁，在本案中饰演侠义山庄少庄主宁波微部。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完全失忆的角色。我只记得昨晚睁眼后被别人告知了我的义父死了。我今天要来赏鉴大会找可疑人物，没想到在赏鉴大会上，赫赫哈黑，他认证了我推探身份的同时，还说我昨天夜里也死了。这也太离谱了！我明明大活人站在这儿，而且我身上并没有他说的伤口，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通过检验尸体的伤口，我确定了推庄主就是被启德剑所伤，这是唯一的致死原因。可是启德剑不在金的客栈里吗？更没想到的是，在我们搜证时，我挨了每个人的骂。金骂我是走狗，霸道的赶他走，是欺负我失忆了，不记得过去了吗？什么？还是我以前真的是这种仗势欺人的恶人？你给我走！后来丁说我杀了他的师傅孟叔，但是他又从没见过孟叔的样子。当时我突然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丝推测。虽然此刻我在每个人的视角里看上去都是坏人，但背后的真相很有可能反转。再后来，从柯的故事里，我了解到了我曾是释大门派的大弟子，宁波微部。是在师父死后我才认贼作父。侠义山庄认贼作父，这个信息加深了我的猜测。我猜我是有目的才潜伏在推庄主身边的。由于拿着启德剑的神秘人去过鬼市，所以我们也追踪而去。我们在鬼医那里得到了神秘人的武功秘籍和他命不久矣的消息。根据这本武功秘籍和议事堂里的打斗痕迹，我们还原了死者跟某人在房间里各自打出4招的过程，发现最后2个人会面对面僵持在门前。通过推理，我们得知了这里是一个密室。那凶手是怎么离开案发现场的呢？或者凶手从来没进来过，不进门能杀，在门外用剑杀人。哦，所以他必须杀你。我们在门缝上发现了痕迹，他跑过来，不需要开门，不需要进去，在这儿杀，之后把剑拔了就走。那么在门里跟推庄主打斗的人只能是我了，所以我是凶手之一。当在议事堂的院子里找到了黑色里衣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的凶手同伴是柯州求剑。因为我们在出发前往鬼市前，柯曾偷偷扒了一下我的外衣，看了一眼我里衣的颜色，他说了一句还好脱了。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是明白了，他那时候是在确认我是否把里衣脱了，他是担心我会暴露自己。确认了同伴后，我就有了方向。最后的讨论中，从情感浓度的东西出发，大家认为我的帮手大概率是更容易发现我是好人且和我比较亲近的人，认为丁和柯的嫌疑更大。一个是师傅，于是我顺水推舟，怀疑他把票投给了我和丁，增加错误票数。
我是玩家周柯宇，在本案中饰演师大门门派小师弟柯州求剑，也是本案的凶手之一。我来到推门客栈参加赏剑大会，没想到有人推门而入，而那个人居然是宁波微步。这怎么可能？昨晚我已经刺穿了他断不可能活下来。在赏剑大会的现场，宁波微步说他失忆了。失忆了。他只记得自己是侠义山庄的少庄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师兄还是我的师兄吗？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以为只有我对宁波微步和推庄主有杀机，但没想到金、丁被你给杀了，杨都对他们有杀机。那么我只需要搅乱这滩水，就可以完美逃脱。前往鬼市前，我趁四下无人靠近宁波微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装失忆还是真失忆，我只好悄悄和他说：“还好换了。”希望他可以回忆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在梳理时间线的过程中，我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如果凶手作案，一定知道侠义山庄正在发生激烈打斗。凶手一定需要卡上僵直10呼吸的时间点，卡上2个人僵直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我是第一个进入推门客栈的。我买酒的时候，丁和杨是踩着点出客栈的，并且都有明显的肢体记忆动作，所以我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时间线。凶手不能在客栈停留很久，需要快去快回。所以我才会。而时间点踩得越死的人，嫌疑越大。或者说离此时这个点踩得越死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的嫌疑会更加大一点。所以我觉得杨在时间上作案嫌疑可能更大。丁马上附和了我。在最后投票环节，我觉得丁看上去像是那个着急出客栈去做不在场证明的人。制造不在场证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动机方面，我和丁2选1的话，丁就是我的扛推位，所以我最后选择投了冰天立地和宁波微步。我是玩家金靖，在本案中饰演推门客栈的老板娘，精打细算。5月27日5时，客栈正在进行赏剑大会。刚准备开始的时候，一个叫赫赫哈嘿的人带着一群人推着推庄主的尸体走了进来。我有些惊讶，这个披着善人面孔的大恶人居然死了。除了我以外，还有人也恨他。我们在搜推庄主尸体的时候发现，尸体身上有疑似剑伤，其他再无更多的线索。初步推断，推庄主是被齐德剑所杀，而我很明显，齐德剑的拥有者，所以他们首先质疑我的这把剑是从哪里得来。是我的。为了洗清我的嫌疑，我和盘托出。这个时候，宁波微步提议在座的所有人都试试拔出这把剑，拔出这个剑，就有可能是凶手。当所有人拔剑无果时，赫赫哈嘿说这剑是他铸的，确确实实就是一把假剑。此话一出，我整个人都惊呆了。随后，众人开始搜查我的客栈，还搜查了对面武馆，分别找到了洋洋得意、冰天立地、刻舟求剑的线索。听完所有人的故事，才知道原来大家同样痛恨推庄主和宁波微步。之后，我们去到案发现场侠义山庄，初步观察现场像是密室杀人。对，密室杀人。我发现地上散落着很多很多的竹筒，它们散落在这里，我判断绝对不寻常，说不定和装置有关。就在此时，议事堂里间突然传出了怪异的声音，大家走进去一探究竟。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很多关于推庄主的线索。翻看了里面的详细内容，我突然觉得宁波微步很奇怪，他以前是师大门的大徒弟，可是门叔死了之后，他那么快就认了推庄主为义父。他真的是坏人，还是假意归顺？我突然有点不确定了。在鬼医那里，我们得到了神秘人留下的很重要的线索信息，是这个神秘人帮我把借的钱庄的钱给还掉了。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呢？我们带着从鬼医那里拿到的线索，再次回到议事堂。根据4个招数，我们倒推出了出招顺序。再走到这儿，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我突然灵机一动，有一个大胆的推断。我猜测这是个局，
宁波微步当时一定是穿着一个黑色斗篷，背着别的东西来混淆视听。对，宁波微步一定和鬼医的关系非常好，他把东西留在鬼医那里，默默地做了很多好事。我认为凶手应该和宁波微步商量好了，串通说咱俩要把宁波微步一定是好人，凶手杀您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或许还有什么隐情，凶手一定不是要杀您。最终我们在门上发现了痕迹，盘出了凶手的行凶手法，也证实了我的推断。庭审环节，我们各自说了自己的时间线。我知道我没有杀人，那凶手肯定在柯、丁、杨、宁当中。从杀人动机出发，我认为丁和柯更可能发现您是好人，然后成为帮凶的人。我出来之后，你就匆匆忙忙撞了一下我。因为杨说丁匆忙撞了一下他，我觉得非常可疑。撞一下我，凶手就是要刻意制造肢体动作的记忆来加深不在场证明的。因此，我最后投给了丁天立地和宁波微步。我是玩家丁程鑫，在本案中饰演推门客栈的跑堂小哥丁天立地。今天呢是赏鉴大会的日子，呵呵哈嘿的到来打断了节奏。他竟然说亲眼看到宁波微步和推庄主昨天都死在了议事堂，可眼前的宁波微步明明是个大活人，这就很奇怪了。随后呢，我检查了推庄主的胸口的伤口，我怀疑推庄主应该是被偷袭。我觉得就是偷袭，因为伤口上有银色的痕迹，这是启德剑的专属痕迹，所以我立刻问了精打细算，那把拔不出来的启德剑是不是他的？是我的。后来得知他的启德剑是假的以后，我又翻了柯州求剑的剑匣，想找到这里面是不是藏着真的启德剑，但马上被柯叫回去了。来到议事堂里，我注意到了地上有很多看不懂的痕迹，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排查的一个重点。议事堂的竹简和蹴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两样奇怪的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突然我想到，这两样东西可能是组成假人的道具。这个是不是那个尸体啊？也就是说，呵呵哈嘿看到的黑衣人扛着的宁波微步，那个宁波微步其实是假人。这是两名凶手使出的一个障眼法。在集中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要从不在场证明的时间线和情感关系这两个维度去推理凶手，所以我把票投给了柯州求剑，因为他是嫌疑人中最早到达客栈跟精打细算打照面的人，要先回去制造不在场证明，以及他作为宁波微步最疼爱的师弟，从情感浓度方面来说，反而愿意杀了师兄去成全师兄。柯州求剑。我是玩家杨超越，在本案中饰演推门客栈的厨娘洋洋得意。今天是推理260年5月27日，推门客栈举办赏鉴大会的日子。那我们的赏鉴大会，就当大家在热闹聊天时，自称是神算子的赫赫哈嘿出现了，还说这个赏鉴大会开不得，说这把要赏的启德剑是杀人凶器。怎么会呢？赫赫哈嘿告诉我们他昨晚看到的情况，说昨晚推城主和宁波微步一起死在了侠义山庄，但您此刻却跟我们一起探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发现伤口最后确认是剑的伤口，而不是小的暗器，身上也没有其他的伤痕，所以这剑伤应该是致死伤。我们一路调查，贺说当时您是趴着的，推庄主是平躺着的，由此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是您为了挡剑，他这边有伤，就证明他俩。所以两人在死亡倒下后是这样的状态。走这捅过来，然后捅到他的手。通过议事堂的线索，我们推出是密室杀人后，这是一个密室杀人案吧？我猜测是应该有人和他们一起进屋，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或者是提前藏在了屋子里，蹲在那个屋子里面。我提出疑点，为什么他们要把门关起来打洞？后来我们乘船去鬼市找调查记录上写的神秘人，原来这个神秘人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到武功秘籍后，
发现这些招式按照不同的顺序出招会留下不同的痕迹，也就是我们在议事堂看到的那些痕迹。我想到排出招式的顺序，应该就可以推出重要的线索。回到议事堂后，我们还原了打斗的招数。当讨论到大厅为什么会有蹴鞠和竹简时，丁说可能是尸体，我立马说出了我的观点：竹简和蹴鞠可能是背着的那个假人。竹简是作为假人用的，是吧？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因为凶手11点左右要来客栈做不在场证明，就是要加深大家的印象，做不在场证明。从杀人动机和情感逻辑出发，我认为丁是那个急于要做不在场证明的人，所以我最后投给了丁天立地和宁波微步。我是玩家张凌赫，在本案中饰演江湖神算子赫赫哈嘿，也是本案的推探。5月26日，我亲眼见证了一起非常离奇的命案。宁波微步和推庄主死在了侠义山庄的议事堂，但是诡异的是，宁波微步居然在死后复活了。我检查了他们的伤口，发现是被真正的齐德健所伤，那么杀害他们的人很可能和齐德健有关。于是5月27日，我来到齐德健赏鉴大会，打算一探究竟。在调查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是一桩密室杀人案。凶手在我的见证下进入议事堂，再也没有出来，并至此离奇消失。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结合案发现场的平面图，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从窗户离开的，而窗户下的竹简是借力离开的工具。但之后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障眼法。我们在诡异滩上找到了一根秘籍线索，根据秘籍上的招数，我倒推出凶手在和推庄主对打的完整过程。对，这走到这儿，我们发现凶手和推庄主打斗的最后的状态是两个人面对面僵直在门前，而这两个姿势分别对应宁波微步趴在地上死亡，推庄主躺倒在地上的死亡姿势。难道和推庄主打斗的人就是宁波微步？这让我回想起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昨晚我看到黑衣人追着宁波微步砍时，由于我轻功不好，一度没能追上他们，所以存在一段时间的视觉盲区。再次看到他们时，宁波微步已经被黑衣人扛在肩上了。当时宁波微步脸部朝下，其实我没有完全看清他的脸部。现在看来，很可能我见到的被扛着的宁波微步已经不是宁波微步，他已经伪装成黑衣人，扛着一个假的宁波微步在作案了，而黑衣人早已离开。我记得当时响起了一个全城都能听到的11点打更声，他们这么做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为黑衣人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5分钟可能10分钟，我是没有看见他的。我想起案发现场散落的竹筒和蹴鞠，当时我们以为是凶手用他踩着离开案发现场的道具，现在想来，黑衣人根本不需要离开案发现场。那么竹筒和蹴鞠就是用来拼凑出一个假宁波微步的工具，有可能是身上背了个根本不是人。结合以上信息，我们还原了整个案发过程，所以黑衣人凶手从头到尾根本不需要进入案发现场，他只需要在宁波微步将推庄主控制在门口后，从门缝处用剑刺向二人即可。自此，我们还原了本次案件的全部真相。宁波微步也是这场案件的凶手，他和黑衣人合谋杀死了推庄主。而宁波微步的帮凶应该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发现了宁波微步是好人；二是在晚上11点主动制造不在场证明的人。因为精打细算，每天11点都会在柜台算账，他并没有主动制造不在场证明，因此我们降低了对金的怀疑。结合另外3个人的特点，我发现您对于柯来说是特别的。您曾经是柯的师兄和救命恩人，您突然变成一个大坏人，柯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会有强烈的好奇心去探寻他为什么突然变坏，所以更有可能发现您实则是好人的证据，所以我最终投了柯。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彩蛋，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
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直播大赏，本周日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来吧，各位玩家，开始推理吧，解锁层层关卡，用胆量一触即发。夜色系，观演绎，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慌的演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潜藏着爱意，揭秘着大局，残棋继续是博弈，谁藏匿踪迹？一生与风声鹤唳，故弄着玄虚，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